小唐，你怎么回事？告诉你加急了，怎么还不快点？可是我已经加班48小时了。不是吧？运营牛马累死累活，结果却因为熬夜加班而死。那原主是怎么死的？夫人，该喝合卺酒了。你们靠！老娘好不容易逃出996，就遇上柴豆，真是天生牛马命。这身体的原主也是惨，新婚当夜被自己的丫鬟和丈夫联手毒杀。不行，我得跑。我们男女，还我命来！干嘛？走开！别杀我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，别杀我！吓死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别杀我！我不是故意的。赶紧起来，看看沈淑离他根本就没死，你还不赶紧派人去追啊！要是让他跑了，再把咱俩毒杀他的事情嚷嚷出去，咱俩就全完了。来人啊，给我追！是。站住！抓住他！追！他往那边跑了，快！不是干嘛？见死不救！哼！古代人也这么冷漠无情吗？猛男，原来胸肌是有弹性的，这肌肉，这线条，吊打娱乐圈小鲜肉几百条街。干什么呢？给我搜，一间一间给我搜。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，保命要紧。哇，好硬！是什么人？像嘴巴巴的，说什么呢都听不清楚，想亲。你是什么人？再不说，我就把你丢出去。
出去。哎呀，别！你最好现在就把话说清楚，不然我就把你当做敌国细作，扭送直官府。公子，救救我，让我躲一下！我要是被他们抓回去，会被他们打死的。你当真以为我这么好骗？几句胡话就能糊弄过去？快，誓死有力，绝不能让那个女人逃了！你就是他们要找那个女人。我求求你，对不住了，帅哥，为了活命，豁出去了。你个女子怎么如此不检点？给我出去！哎呀，我不走，帅哥，求求你了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看看我为什么就来了你的房间，偏偏没有去别人的房间呢？那说明我们两个有缘分。你忍心让他们把我抓走吗？嘴真碎。可怜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孤苦伶仃的。快点！怎么会是将军府？一个人流落在外，还被登徒子掳了去，好不容易跑出来了，身无分文。公子你一看就是大善人，你要是见死不救，我又被他们抓了去，你的良心不得不安一辈子啊！现在不宜多说实话。别吵了，这银子你拿着，赶紧走。看他这副模样，应该是哪家高门大户里的世家公子。与其身无分文的四处逃命，倒不如进他府上躲躲，给他当个丫鬟啥的，还能挣点钱。安公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。我愿意给您当个丫鬟，1个月只用5两银子。你要的还真不少啊！你可知道5两银子是高门大户2等丫鬟的月俸？看你这细皮嫩肉，哪有伺候人的样子？果然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我聪明啊，学得快。只要你肯将我留下，我愿意为你肝脑涂地，赴汤蹈火。将军，属下调查清楚了，陛下此次召您回京，是为了当面将静安公主赐婚于您。赐婚只是借口，实际是为了收我兵权。可是北京虽然退兵，但一旦知道此事，定然会卷土重来。陛下期待您功高震主。并非是我贪恋兵权，只是战事再起，受伤的还是百姓。白起，有没有什么计策可以让陛下取消赐婚的念头？既然他非要缠着我，倒不如将计就计，把他带回去，假装夫妻，帮我挡了这赐婚之事。你要我留下，你可以，除非你嫁给我。公子，这虽然他是个在现代都难得一见的大帅哥，那我不能轻易嫁了吧？那你就自己选，要么拿钱走人，要么嫁给我。再仔细搜搜，看那臭娘们跑哪儿去了？敢问公子是否婚配？我不做妾。没有。有没有以身相许的女兄弟？当然没有。那有没有心上人或者是白月光？死了的活了的都算。没有。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那一言为定。他长得这么帅，身材又好，谁知快还不一定呢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出来！开门！快开门！滚！快跑！活了2辈子，
都没有摸过这么优秀的书籍，手感也太好了。今晚你睡这里，我去其他房间睡。总算是躲过了一劫。沈姑娘，醒了吗？沈姑娘，你倒是心大，昨晚吓成那样，还能睡得着？该回府了。完了！我上班要迟到了，学习讲完没了。醒了吗？一大早的怎么神神叨叨？该不会脑子不好吧？对啊，我不用上班了。签字啊？这是什么？婚书，这样双方都有保证。还是帅哥想的周到。为了安全，还是别用沈疏离的身份了。将军，这婚书上日期可是写的陈4年2年前的婚书，他看都不看就签了。反正也是做样子，为了应付赐婚，当然要找个傻的。好了，那夫人，咱们回府。走，回府。希望将军到时候真的不要后悔。哎，这贱女人到底逃哪儿去了？找了一天一夜也没找到。狗奴才，没长眼睛吗？这么着急赶着投胎呢？世子，少夫人，将军回来了。将军还带了一个将军夫人，说要你们立刻出去迎接。什么？将军夫人？我爹什么时候成的亲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这将军府本该由我做主，怎么突然还弄了个主母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夫人到了。将军府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鬼打墙？不确定，再看一眼。儿子见过父亲。不是吧？这么狗血！我嫁给了原主那个渣男丈夫的爹，该迫使原主显灵了吧？走。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人的身形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父亲，这就是你新找的。夫人一路辛苦了，我来扶夫人进府吧。
景儿，去大夫。啊，我快！是。我爹从不近女色，怎么突然给我找了个后娘回来？夫君，定是那狐妹子勾引的将军。你说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哪个正经女子会往男人怀里扑吗？你不就是？哎呀，夫君，这有后娘就有后爹，那女人如此妩媚，若是她给将军生下个一儿半女，你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得想想办法把她赶出去。你有什么计策？他一个边关来的土包子，这将军府主母的位置，他哪里当得？一个狐妹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完了完了，怎么办？狗男女可是杀人犯，太凶险了。要不我还是跑吧。将军莫急，夫人只是受到了惊吓，休息片刻就没事了。有劳大夫了。别装了。将军恕罪，小女子先前不知将军如此家大业大，小女子身份低微，实在是配不上将军，还是先告辞啦。婚收到钱了，夫人现在要走，晚了吧？那你也骗我了呀！你那儿子你不说，我还以为是你兄弟呢。总之，景儿不是你想那样，我不算骗你。那你那么大个儿子，天上掉下来的呀！我可当不来他的娘。走了。你要是跑了，我可拿着婚书到衙门报案找你。完了，后脖梗儿捏住了。算了，不出去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让我留下也可以，你总得给我一点在后宅安身立命的本钱吧？可以。夫人想要什么？你召集府上所有人，然后当众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将军府的当家主母，然后给我掌家权和钥匙账本。从今往后，后宅的一切我说了算。好啊，成交。你同意了？当然了，做戏嘛，就要做足。那言为定。要是说谎的话，一辈子贴钱打仗。当家主母来也，狗男女，你们的好日子来喽！夫君放心，事情都办好了。敬的茶里面放了玉箫散，只要他喝下去，3天之后他的脸就会溃烂，看他还怎么勾引将军。还是你有办法。等我爹厌弃了他，我们再不知不觉了结他。将军夫人到。夫君不能说，要是对蜘蛛下毒的事，萧瑾这个儿子没事，我肯定成了初期统替罪羊。夫君，他敢回来，还是以将军夫人的身份，一定是想好了计策，要对付我们的。爹，这位就是你的新……夫人。景儿，不得无礼。我与夫人2年前在边疆成亲，以后她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到母亲还不行礼？我？他？这门亲事，我不同意。夫君，你看
我就说你儿子他一定会针对我的。我自己的婚事，我自有打算，你无需多言。叫他们都进来吧。是，快来拜见主母。拜见将军夫人。从今天起，夫人就是这将军府的当家主母，掌中窥管内宅，所有违背者一律逐出府，包括你们俩。是，拜见主母。爹，你知不知道他就是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给大家都准备了红包，快来领。只要你们都听安排，好好干活，以后每个月都有奖金。来，原来发钱的感觉这么爽。一切都听主母吩咐。好了，都去干活吧。这就是简儿吧？都长这么大了。你，简儿，娘亲还是第一次见你，快过来行跪拜礼，娘亲给你准备了红包哦。你疯了吗？夫君，你儿子这么凶，他们该不会偷偷在茶里下毒，想毒死我吧？他们不会真的又想给我下毒吧？改不了吃屎的狗男女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堂堂将军府世子，怎么会干得出下毒这种事？干不出最好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又有夫君护着我。如果有人要害我的话，夫君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，血债血偿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家规有云：谋害自家人者，直接杖毙。儿媳妇儿，把茶杯端过来呀！哎呀，我重新给母亲倒一杯吧。哎呀，怎么把茶杯打翻了？该不会是茶里真的有毒吧？管家，叫医官验毒。哎呀，夫人说笑了，我这就去给您重新倒一杯。算了，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府上，就不多说事端了。儿子儿媳，快过来给我行跪拜大礼，叫我一声娘亲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干儿子，快过来行跪拜之礼，娘亲给你准备了红包哦。打嘴仗哪有看人渣下跪爽？你景儿，哎呀，夫君，将军已经被这狐狸精迷得晕头转向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世子。儿子，拜见母亲。儿媳，拜见母亲。真乖，从今往后就别跟我见外了，把我当你亲娘就行。儿媳妇你也放心，你叫我一声娘，这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来吧，快拿着吧，这是你母亲特意给你们准备的，别不好意思。拿长辈红包应该说什么呀？谢谢母亲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娘亲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惊喜呢。我和将军商量过了，
将军在前线杀敌不易，粮饷吃紧，我们应当是要体谅。所以从明天开始，将军府的用度一律减半，并且每月必须本人亲自签字领取。世子妃也不例外哦。你敢让本世子亲自领月钱？你放肆！母亲刚进府，就缩减府内的用度，继母苛待继子，这传出去，丢的可是我们将军府的脸面呀！唉，儿媳妇，将军府的脸面是将军在前线打仗累死累活挣来的，又不是你们花钱挥霍换来的。你们想要将军府替你们争光之前，有没有想过自己能为将军府做什么贡献呢？对吧？没想到他还能想到这一层。简而竟还不如这刚来的一个新夫人。行了，今天我也累了，夫君扶我回房间吧。好，拜拜。夫君，你上次说将军此次回府是因为陛下要将建安公主赐婚给他。你说这建安公主要是知道她的夫婿已经被别人抢走，她会怎么做？哼，建安公主骄横跋扈，她若知道此事，一定不会放过她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们家这活也太难干了，你得给我加钱。我把钟馗都给你了，现在可是你得给我发月饷。也对啊，那要是我用你的钱赚了钱，是不是我也可以分一部分？当然，你赚的部分都归你。真的？你真是我见过天底下最大方的男人。不过你放心，交给我，肯定赚钱。你，这破手，把她当健身房姐妹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去忙吧。啊，我得抓紧给你挣钱呢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将军，今日之事，想必世子不会轻易听话。我本不想让他在边疆受苦，所以让他留在京城。没想到几年不见，竟养成了如此糊涂纨绔的性子。是我之前太疏于管教。这些年边疆战事让将军自顾不暇，或许世子性子是随了父母，毕竟不是将军亲生的。当年在路上捡到世子，以后绝对不许再提这事。是，将军。这古代的空气真好，没有手机，我都开始早睡早起了。哎呀，将军呢？将军已经去军营。夫人，公主府传话，让夫人立刻过府一见。公主找我干嘛？夫人去了就知道了。干嘛放我下来？夫人。沈淑离，等死吧你！你们，靠！我不会走到小黑屋挨打剧情了吧？好歹我也是将军夫人，公主应该不敢得罪手握实权的大将军吧？公主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骨头软，不打也能着。抬上来。我靠！天哪，
什么东西刺瞎我的眼？这些足够让你离开萧将军了吗？公主这是要拿钱砸我？突然感觉公主还挺通情达理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可我跟萧玄逸是有协议的呀，我不能把它卖了吧？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公主，我和萧将军情比金坚，已经签了婚书了，不是这些俗物可以收买的。死手别碰！别呀！你若舍不得萧将军，那这些金子一块儿都拿不走。我哪是舍不得萧将军啊！现在把金子拿走，跟告诉我中了1000万又当我面撕了彩票有什么区别？可我若答应，萧将军没准真的会撕了我，一边是命，一边是钱。老天爷，你不觉得你给我的考验太残酷了吗？你一介平民女子，还比萧玄逸小10多岁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不过也是贪图他的权势罢了。可若你有了这些金子，不比跟着他强。谁晓得，命中要，命中要，命中要！谁说我是贪图他的权势啊？我们关系纯洁的很，纯洁的合作关系啊！我喜欢萧将军，不是因为贪图权势，单纯是因为他长得帅，身材好，我见他第一面就喜欢的不得了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就算你今日不答应本宫也有的是手段把他弄到手，到时候你可就人财两空了。人财两空了。别怪！公主若是无事，我便先带夫人回府了。没有，给我，我的黄金，这个是我2辈子离财富最近的一次。你有话直说，姜贵胜人的。我今天要是再晚到一步，夫人就把我卖了吧。我不是没卖吗？奇怪，我心虚什么？我和他明明只是合作，是他耽误我挣钱了。夫人，你知道在合作中背叛过我的人，坟头草几米高了吗？果然，可我最后也没答应啊！2大箱黄金都够我挥霍一辈子了，我还是没答应啊！我还跟公主说了，说我们俩情比金坚，一见钟情，然后说我长得好，身材棒，第一眼看见我就喜欢了，对吧？嘘，别说话。公主派人送来了2个嬷嬷，估计也是皇帝的意思，说是给你添人手，实际上来探查的是我们夫妻关系的虚实。你这大将军做的也挺不容易的，放心吧，我看过很多这种戏，我知道怎么样。将军，哪里不可以？弄得全身好痒啊！这丫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荒淫无度的东西？怎么污言秽语一套一套的？果然，无论古今，资本家都一样无聊，都爱让人大晚上加班。这边疆来的女子也太狂野了，
谁说不是的，真是！嬷嬷，臊得慌，快走！真是。没想到咱们将军平日里正经严肃，私底下同夫人一起，就像是换了个人。将军和夫人如此恩爱，没准以后府里呀就能天天进喜了。沈淑离，你想生了将军的孩子，然后想跟从前一样踩在我头上一辈子，做梦！哼！今日厨房是谁当值？这些猪食也敢拿来给本世子？夫君，你忘了，他沈淑离进府当日便下令府中用度减半。都怪你出的馊主意！不仅没在宫里赶走那个女人，还害我被公主迁怒，骂了一顿。如今该是吃的猪狗不如。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夫君息怒嘛。这个时辰，想必将军一定是上朝去了，不如趁现在直接去处理了他。有道理，父亲不在，看谁还能护着他。我们走。哎，走啊！沈淑离，你竟敢背地里花府里银子，吃得如此丰盛！你大清早鬼叫什么？神经病啊！你，来人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捆起来！我要。你要捆谁？夫君，睡醒了？昨夜一定累坏了吧？夫人，辛苦了。我是你夫人嘛，应该的。他们竟然真的睡在一起。世子，你不会现在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吧？沈淑离竟然给我戴了绿帽子！世子，现在可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。一大早折腾什么呀？还说找人捆你母亲，真当这将军府现在有你做主？我没用的东西！父亲大人，我求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！母亲入府说要立规矩，消减用度，我们也都配合了。可她自己却在这吃这些好吃的，让我们吃糠咽菜。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吗？真有此事？该我中了是吧？这招老娘上辈子就见过。算账是吧？那今天母亲就好好的跟儿子儿媳妇儿把账算清楚。将军身居官位正二品，每年收入7.2万贯，店铺10间，共计营收20万贯，每年补贴军饷18万贯。有这么多吗？将军就差把整个宅子都变卖，填进军营里了。姐儿每月月钱200贯，支出1.7万贯，收入0贯。自打儿媳妇嫁进来之后，花费更是直线上升。2个月花费金银珠宝3万贯，墨鱼、燕窝、鱼翅2万贯，绫罗绸缎2万贯，共计是8.7万贯。哼，那这不还有5000贯吗？母亲刚入府就算账，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些。行，那咱们就按大气的算。上个月世子在赌坊欠了5万贯，记在了将军的账上。上个月世子在醉花楼请纨绔喝酒，共计花费3万贯。哦，还有蒸花魁、斗鸡，加上高利贷，总共花费4万贯。世子，你到现在已经欠了12万贯。我，混账！我在军营行事谨慎，你倒好，在京城竟干没脑子的下流事，丢尽了将军府的脸面。儿媳妇，若是不缩减开支，要么就等着将军府被吃垮，要么就需要将军贪赃枉法去赚钱。你是想花赃款吗？我没有啊！将军，当务之急是先把账还上。但是世子的房里，除了他媳妇从沈家带来的嫁妆，已经1分余钱都没有了。拿回来。你现在已经成家，也该立业了。从明日起，陪我去军营历练。爹，我不要。
要从军，我不想去那鸟不拉屎的苦寒之地。爹，我媳妇有嫁妆，让她用嫁妆还。不行，哪有夫家要妻子嫁妆的？反正那也不是你的。世子说的没错呀，儿媳妇嫁进府来花了不少钱，用嫁妆补上亏空，理所应当。你不榨干他们的钱，他们不会改的。高利贷我先帮你还。世子夫人的嫁妆充公账。今日起，你们2人从公账上分出去，自立门户，自负盈亏。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分家了，钱袋子没了，你爹不要你了。你，掐死你！没事吧？你要再不悔改，这个世子也别当了。一心为家国打拼，还摊上这么个儿子，惨哦！累成这样，看来明日得让白棋再找几个得力的账房先生。本以为你只是利用我躲避祸事，没想到你真的在尽力为我打算。我怕你在案前趴着睡会着凉，你接着睡吧。谢谢啊。你也快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接着演戏呢。你先睡，不必等我。你赚大钱。这个好。这不是上一次你想吃的包子吗？这样，你呢，先在这吃点东西，我帮白棋把东西放到马车上，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们一起回府上，好不好？他们盯了这么久，也该盯够。去吧。上，抓住他！萧夫人，公主不会还拿钱砸我吧？我都有点心疼萧玄逸了，真的。听说最近你们恩爱的很呢。你要是喜欢萧玄逸呢，你挑他老婆干嘛？你直接去堵他呀！放肆！我是公主，岂可自荐枕席？要是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也还行吧。我下去。不。他们当真如此恩爱？是。可是父皇说，我再无法结婚约，把萧玄逸留在京城，便只能送我去和亲了。萧夫人与萧将军成亲也不久，想必感情也不怎么稳固。如果公主能……看来我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！是。公主你3思，就是给我再多钱，我也不能卖了我自己。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良家子。年纪小，长相好，身体强壮，性格温顺。萧夫人看看，可有合眼缘的？2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帅哥。随便你挑，看中就带走，只要你把萧将军让给我。不行，现在不是色欲熏心的时候。作为牛马，得有契约精神。
公主，恕臣服不能从命，除了萧将军，我谁也不嫁。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们通通都给我拦住他！要是今天萧夫人高兴了，重重有赏；要是萧夫人不高兴，统统给我斩了！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选我！你们不要选我！将军请留步，容属下禀报。我终于明白傅婆婆要男大的心情了。傅婆婆要小白脸，真是云淡的快乐。石小桃，长得好帅啊！传话出去，以后无论在谁的宴席，谁再敢接近我夫人，就把他赶到军营去。你去哪儿啊？别想等我皮皮姐，我一定把你成为全天下最会挣钱的女人，我一定能帮你百夫和亲，我等你。小哥哥，等我赚了钱，包养你啊！你想要包养谁？当然是包养你啊，小帅哥。你知道我今天多担心你？我在路边捡到你的香囊，跟白七到处找你，差点动用兵营里的人。你呢，居然跟一帮男子在寻欢作乐，而且还是一帮戏子，我就比他们差了。不，你是我见过最帅的小帅哥，比那些娱乐圈的小鲜肉帅多了。看着肌肉，这线条，想在哥哥的腹肌上滑滑梯。你再不住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行了，你要是明天敢忘了，鸟人。将军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不休息啊？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。该不会是被夫人赶出来了吧？我看你是想下军营操练了吧？不过将军，我觉得夫人挺好的，虽然有些咋咋呼呼的，但是一心向着将军，不像以往那些凑场面的人，只想从将军身上得到什么。将军难道对夫人没有一点心动吗？光我心动有什么用？啊？他对我到底什么意思？看着肌肉，这线条，想在哥哥的腹肌上滑滑梯。再不住手，我不客气了。是小桃，那么调戏人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以后怎么见他呀？夫人，您醒了。将军去军营前亲手为您准备了招食，就等你醒了去用呢。什么？
那个，你刚吃饱饭，有点饿，你要不要再吃点？我还没吃。我刚吃饱了，有点困，我先去睡了。你先说。你还想亲我吗？啊？石小棠，我们办个婚宴吧。啊？昨晚我们……没有，我们只是亲了，别的啥都没干。亲都亲了，还要做什么？而且还是你主动的。你不想负责？不是，我是说只是亲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负责。你亲过别人？我没有，我只亲过你。我喜欢你。啊？我可没亲过别人。昨天晚上我是第一次，你得对我负责。你胡说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可能没亲过别人？真没有。此事事关锦儿，我过后再详细跟你说。既然你也对我有意，昨晚你又对我那样，出于礼法也得办个婚宴吧？太快了吧！我都35了，第一次遇见喜欢的人，不快乐。好吧，我不逼你了。如果不想办婚宴，那总得办个家宴。到时候我把军营里的同僚及家眷介绍给你，将你以将军夫人的身份介绍给大家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好吧。我是不是被他用美男计忽悠了？他这么着急，是不是老房子着火了？可是他还不知道沈淑丽原本是要下个宵寝的。他这么重视礼法的一个人，如果知道了，还会跟我在一起？将这盆菊花换成牡丹，要洗进来。是。席面按订婚宴的形式上，材料都要最好的。好。这个苹果磕坏了，全部撤下去，换一盘新的上来。是。将军，就磕坏了一个，换一个不就得了？干嘛整盘都换啊？我跟他的开始已经够草率了，现在试着连婚宴都没能补办。我想后面的喜宴全部做得圆满，起码家宴上让他开开心心的，没有遗憾。他要是知道真相的话，会不会把我赶出去？会不会再也不喜欢我了？而且如果他知道我一开始就在骗他，一定会对我很失望的。可我要怎么跟他坦白呢？如果真的说了，我2辈子才得来的幸福，是不是也都要化为泡影？唐儿，来，过来看看家宴布置的满不满意？好。走。又是这些猪食，我不吃，给我换和谁倒汤一样的菜式来。世子，您呐就将就些吧，过了今日这顿饭，
您二位就得搬离将军府了。以后啊，只怕是连这猪食您都吃不上。你这狗奴才，竟敢这么对本世子说话！府里最近在为家宴采买，忙碌得紧，奴才就先告辞了。你等等，家宴？什么家宴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将军要举办家宴，江夫人正式介绍给军营的同僚家眷。从今往后，夫人就是正式的将军夫人，谁都动不了了。什么？那贱女人凭什么配受如此大礼？你真是昏了头了！哎呀，夫君，将军都被那女人迷得昏了头了，她都要把我们赶出将军府。与其让她风光，不如直接掀了她的面具。我就不信她能独善其身。哼，对呀，当初沈夫人看她死了，可是亲口承认你是她义女，承认你才是世子夫人。若是被沈夫人当场揭穿她，看她还怎么有脸面来对我爹？快！后厨的菜都备好了吗？人都到齐没？快上菜！恭祝将军和将军夫人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恭贺萧将军！萧将军，多谢各位。庞儿，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这些都是军中人，应该没人认识沈家人。将军，沈夫人到。糟了，算是怕什么来什么。父亲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儿媳再也不想欺瞒您了。其实儿媳根本就不是沈府小姐沈淑离，原先要嫁给世子的人也并不是我。她就是她才是青州县令嫡女沈淑离，她才是原本要嫁给世子的人。放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那岂不是沈小姐本应嫁给世子，现在却嫁给了将军？还有这种事儿？真是有悖伦常。按照大庸礼法，将军和夫人根本不能在一起。是啊，就是不合理呀！哎呀，你先起来，有什么事，家宴之后再说。父亲，青梅说的没错，与儿子定亲的就是沈淑离，可是却不知为何，在定亲那天的晚上，他却逃婚了。为了保住将军府的颜面，儿子不得不和沈夫人商议，让青梅替婚过来。是啊，将军，我以为堂儿不喜世子才逃婚，可如今看来，他是瞧不上世子，转头又勾搭将军去了。世子有令，绝对不能让那女人跑了。求求你救救我吧！你让我躲一下，我要是被抓到，就会被他们打死的。是。夫人，辛苦了。你是我夫君嘛，都是应该的。萧玄逸，你别这样，我可以解释的。还解释什么？你做出如此败坏家风的事，跟我回去，看你爹怎么收拾你。走。萧玄逸，谁敢动我夫人？我与夫人2年前在边疆相识成婚，此间她从未来过京城。你们如此诬陷于她，居心何在？父亲，你明知道他，你这么做，可对得起大庸礼法，对得起萧家列祖列宗？我萧玄逸对得起任何人。父亲，为了这个女人，连名声都不顾了吗？今天铁了心，要在家宴上说清楚，是吗？孩儿不希望父亲被这个妖女蒙蔽，毁了咱们将军府的基业。将军府的基业与你何干？萧玄逸，今天如果为了这样的桃色新闻跟自己儿子当众撕破脸，那他的名声就真的完了。夫人，怎么了？叫大夫！你要下毒杀我？什么毒？你别污蔑我！
自从我嫁进将军府，你就百般刁难我，陷害我。就因为前几日，我当众揭穿了你和高丽代勾结，讹诈将军府，你就怀恨在心，竟又下毒杀我。确实听闻世子联合外人讹诈大将军府事，这个我也略有耳闻。他胡说八道！你敢用性命发誓，从未对我下过毒炮？不敢！来人！今日有关人命，先将3人扣押，稍后判案。今日就不送各位了，先行告退。父亲，父亲，萧玄义，我是你亲生的，居然这么对我！将军。大夫，怎么样？夫人确实曾身中剧毒。什么？本应必死无疑的，不知为何居然能活到现在，实在是命大。必死无疑？那他方才吐血阴道，真的是旧毒复发？这个老夫也拿不准，但幸好中毒10日不久，老夫先开一些解毒固元的汤剂总没错。你敢用性命发誓，从未对我下过毒炮？我行，那老夫就先去为夫人熬药了。白起，去查清夫人中毒的事，你亲自去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我要知道结果。是。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沈小棠，还是沈淑丽？你还是叫我沈小棠吧，这个名字我用的比较久。说说吧，你骗了我多少事情？还是说，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？一开始我对你来说就是利用。当初接近我是为了避难，后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你说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办婚宴的时候，是不是心里在想，我就像个傻子，被你骗得团团转？我没有。沈小棠，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，因为我一直在隐瞒你，而且我今天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。但是不管你相不相信，除了沈淑丽的身份，我对你一切都是真心的。我知道我给你惹了很大的麻烦，你也应该不会跟我在一起了。这是一个懂礼数的人，你现在应该很恶心我。你放心，我会自己走的。这段时间，感谢将军的照顾。你说你喜欢我，是真心的吗？是。你说你想做我夫人，是真心的吗？是。你现在说你想走，是真心的吗？不是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反正我都是真的。我喜欢你，我想让你做我夫人，我不想让你走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我这半生为大庸和百姓驻守边疆，最后却落得个君王猜忌，收养小姐，最后却父子反目。还好老天仁慈，把我最想留住的留给了我。你是说小姐是你领养的？那年边城遭到入侵，他们一大家子却只剩他一个弃婴，小婴儿在军中活不下来，
我就把他收为养子，留在京城。再后来，我一心大张，无心成家，就封他为世子。那以后你跟他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他干了什么事情。人和人的缘分是注定的，有些事情留不住。将军，事情查完了。好好休息，我去就来。爹，我是你儿子，你总不能为了那个女人里外不分吧？跪下！啊！跪下！萧瑾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主动交代清楚，还是我把证据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？如果是后者，法不容情，你知道下场。爹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儿子所言句句属实，沈夫人都作证了。沈夫人，你是堂儿的继母吧？从小苛责堂儿，轻则打骂，重则关禁闭。我没说错吧，沈夫人？连你也不承认？行啊，我倒是不介意把沈大人还有沈家所有的下人全部请回来对质。认，我认。请将军高抬贵手，莫要告知我家老爷。我全完了。青梅，半年前堂儿救了你，让你做他的贴身丫鬟，无论在沈府多么艰难，只要有他一口饭吃，就绝对不会饿到你。但你是怎么算计他的？怂恿萧瑾，意图谋害他，取而代之。这是你在沈家唯一的生路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的？做条狗都比你忠心。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是世子勾引的奴婢这才一直鬼迷心窍，求将军息怒，饶奴婢一命。奴婢一定当牛做马，好好伺候小姐。将军息怒。你这女人，倒打一耙！爹，我是被勾引的，我色欲熏心，听信了他的谗言下毒，可沈淑离也没死啊！爹，你就饶了儿子这次吧。堂儿没死是他命大，事到如今你还得过且过，你把人命当什么了？来人，萧瑾心术不正，今日起从萧氏族谱除名，逐出将军府，给我把他们都赶出去！爹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这已经是我给你留的最后机会，没有让你偿命，也是我对不起堂儿了。我是你儿子，你护着我应该的，你不能为了那个女人惩罚我。爹，沈淑离这个贱人，竟敢算计我，还有我爹，明明我才是他儿子，他却向着外人，凭什么？将军如此不顾父子之情，全都是因为那个贱人。既然将军如此在乎他，那只要把他绑来，将军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？哼，萧玄逸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无情。毕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你回到正途。夫人，您跟将军可真是恩爱，居然还亲自给将军买衣服。嗨，我根本不会做嘛。虽然抚州绣娘会，但这是我亲自买的，他肯定喜欢。沈淑离，回去告诉萧大将军，他夫人我带走了。将军，世子把夫人打晕带走了。小姐，你疯了吗？哼，是我疯了，那也是被你逼的。
新婚当夜，你明明死了，为什么会诈尸？你跑都跑了，为什么要回来？若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？我倒是没看出来你有如此手段，能把我爹魂都勾走了，对你百依百顺，连我这个亲儿子都不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用你来威胁他，签下爵位继承书。这将军府的爵位必须是我的。小姐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小贤一接手把你养大的。小姐，你听我的，现在把我放了，我回去好好跟你父亲说，只要你肯改邪归正，你父亲一定会认回你的。你这个狐媚惑主的贱人，去死吧！如此死不悔改！你别过来，我可是你儿子，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你要是我亲儿子，在你第一次犯错的时候，我就把你腿打断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他把你从战场上救回，养大了你，却把你养成了一只白眼狼。你说什么？他不是小将军的亲儿子，不是将军府唯一的嫡长子。你胡说！我是将军府唯一的世子，一直都是。我从战场上捡回你，收养你，问心无愧。走，跟我回刑部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是平民出身，不可能！都是你害我！你把爵位传给我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跟我回去。不！既然你如此对我，那你就先去死吧！儿，没事吧？你快自己走吧，你自己跳窗能走，带着我是个累赘。谁叫他？你招惹了我，就别想甩开我，生死都不行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分开。好，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梨安胭脂铺开店5折，入会更是享受折上折，会员8折。另外，本店还开启外送服务，一切东西闪送到家。他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都是哪儿来的呀？来，各位里边请，这边里边请，这边里边请。不知道，没见过。公主你来了，如何？我的计划书是不是很完美？唐儿，你说的对，这女人最大的安全感呢，就是自己的本事。只要我成为大雍最能赚钱的人，父皇就不会把我嫁娶别国。如今你家将军卸甲归田，可得由你来养了。你当真不介意？要是想换，随时跟我说，我那儿还有不少良家子呢。公主这是作甚啊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夫人若是再抛弃我，我还怎么活？所以你要好好伺候我。是，夫人。今日公主说的那些话，夫人是不是心动了？那你呢？当初有没有后悔抛弃一切跟我走？回禀陛下，臣为了躲避赐婚，伪造婚书欺瞒圣上，还将妻子当亲子。臣自知罪孽深重，故自请
卸下兵权，请辞将军一职。望批准。夫人，今日赚了多少？不多，刚好够给我家将军买10坛好酒。是我们的错时空婚姻，从交易开始，却让我在你的眼里看见自己值得被爱的模样。